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星际旅行系列。在前几集里，我们聊到要让星际旅行既快速又安静、安全，我们得找到一种不同于传统燃料的动力方式。同时，我们也了解了宇宙的7层结构，特别是第4层，那是一个微观世界，也是我们挖掘星际动力来源的地方。而今天我要带你们探索的，就是这层世界与你们意识之间的互动，也就是人的意识为何能在微观世界中发挥作用。这个概念将是未来意识场技术开发的核心概念之一。第1章：文明科技与微观领域。想象一下，外星文明像我这样的猫星人，他们看到宇宙并不是单纯由物质堆叠而成，而是意识与物质交互作用的结果。意识就像一种隐形的手，能在微观世界里轻轻推动粒子，改变趋势，塑造宏观现象。不同文明对这股力量理解得越透彻，科技就越发达。你们地球的科学还只是初级版本而已。第2章：双缝实验的奇特现象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先聊一个经典科学故事——双缝实验。你们一定听过，电子或光子通过2条缝，竟然能形成像波一样的单色图案。但当有人或仪器观察它们通过哪条缝时，图案就会消失，好像观察本身改变了结果。是不是很神奇？这就是量子物理里最令人困惑的谜题之一。第3章：人类意识的干涉结果。物质仪器能观察，科学家也好奇，人的意识能不能对结果产生影响。于是，2012年，美国的一组研究请来2组人参加实验，一组是有修行、冥想经验的人，另一组是普通人。他们的任务就是用意念去影响电子或光子通过双缝的结果。结果发现，修行者的影响稍微高于普通人，但整体来说，人类意识的作用仍远不如电子仪器明显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意念确实能推动微观世界，但强度有限，需要更精准、更专注的训练。第4章：仪器观测对比人类观测。那我们来整理一下3种情况的差异。仪器观测效果最明显，直接在宏观世界操作光电系统。修行者略高于普通人，因为意念纯净，专注力强。普通人效果有限，因为意念分散，难以稳定影响微观粒子。第5章：原机观测结果的解读。那为什么人类意识的影响力不如仪器呢？原因就在于尺度不匹配。仪器是用光电观测光电，交互作用都是宏观量子层级，而人类意识作用则是在更微观尺度中发生。想象一下，你要用一群陨石撞击一颗星际行星，想要精准命中确实非常困难。同样的，人类意识要驱动微观物质，时空尺度相差太大，精准度不足，所以效果显得微弱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宏观生物的意识虽然对微观影响作用强大，但它对微观世界主要是提供趋势和引导，而非瞬间精准控制，这需要特殊训练。第6章：微观立场的驱动。不过呢，这并不代表我们无能为力。如果知道意识作用的层面，就可以针对性训练，像气功，
就是透过意念驱动微观立场，让人感觉到身体有电流流动，但科学仪器却测不出电流，因为这是微观世界的作用，而非宏观电流。换句话说，意识场是可以训练和加强的，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让这股力量更精准、更稳定。第7章回顾与展望。今天我们回顾了双缝实验，理解了仪器、普通人、修行者的差异，也初步了解了宏观意识如何在微观世界中发挥作用。这只是起点，只是知其然的原理，而不是知其所以然的终极原理。妙哦，其实宇宙都是意识虚拟的结果，以后再慢慢聊吧。接下来的影片，我们会深入探讨如何训练意识场，并展示它在星际旅行和未来科技中的应用。妙哦，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呢。